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查理斯目。這兩天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國總統川普和伊朗的和平談判。和之前一樣，川普繼續插口，把截止日期從4月7日再次順延2週。然而，這次和談是來真的，至少金融市場相信最糟糕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標普500指數已經從3月底的6340點反彈到了200日均線之上。距離歷史高點7000點也只有3%的差距。納斯達克100指數更是氣勢如虹，單週暴漲8%。那麼，美股是否重回牛市？在6800點的位階，咱們散戶投資者還能上車嗎？ Meta 昨天推出全新閉源大模型 Muse Spark， 股價成功 V 型反彈。Palantir 卻遭大空頭 Michael Burry 質疑，單日暴跌7%。PLTR 到底能不能買？本期節目，查理為大家帶來 CI 系統的最新信號。4月7日，川普他口星期二發推，表示今天是一個世界和平的大日子。伊朗受夠了，希望達成和平協議。美國會和伊朗方面一起管理疏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中東地區將和美國一樣，享受接下來的流金歲月，大家一起來賺大錢。當然，美方的核心訴求包括伊朗不再進行濃縮鈾和核武器試驗。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將逐步放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美國提出的15點和平要求，大部分都得到了伊朗方面的肯定。經過了39天的劇烈衝突，美伊雙方的消耗都很大，達成了為期2週的臨時停火。雙方代表團將於明天，也就是4月10日，前往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其中，美方代表很可能是副總統 J.D. 萬斯，而伊朗談判代表則會是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卡利巴夫。伊朗提交了一份10點提議，要求撤銷過去45年的所有制裁。美方則堅稱必須徹底摧毀伊朗的核潛艇和導彈生產能力，目標是實現地區政權的轉變。然而，雖然美伊之間宣布停火，但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仍在繼續。4月8日，以色列國防軍對黎巴嫩地區又發動了名為"永恆黑暗行動"的大規模空襲。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2週的談判結束，美國和伊朗到底能不能達成協議？查理認為，雖然美伊兩方面肯定會討價還價，伴隨着以色列的搞破壞，但最終達成停火協議的概率相當高。這是因為從川普的角度來看，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很高，沒有人希望美軍陷入像阿富汗、伊拉克那樣長達數十年的永恆戰爭當中。更關鍵的是，霍爾木茲海峽一天不開，高油價就會迫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而美股崩盤的風險劇增。這對於共和黨中期選舉的選情是沉重的打擊。而和伊朗達成交易，有序開放波斯灣，川普就可以宣布勝利了。此時不撤，更待何時？而伊朗革命衛隊和神權政府也迫切地希望停火。雖然美軍地面戰的勝率不高，但是不休止的空襲、轟炸以及暗殺行動也對伊朗的當權者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而有了霍爾木茲海峽這個王炸，伊朗也不需要過分擔心美國會翻臉，因為伊朗也可以重新關閉這條航道。那不如趁着川普繼續他口，伊朗能夠拿到美國取消對他的經濟制裁，這個條件也是相當不錯的，因為伊朗政府可以大規模的出口石油，賺更多的錢，也能夠重新修建伊朗的基礎設施。那麼，隨着美伊雙方週五和談的臨近，標普500指數已經從6343點反彈回到了它的125天移動平均線上的位置。實際上，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標普的第一輪反彈已經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標普出現均線的超越，還是去年5月12日，當時標普隨着關稅戰的延後，一舉突破了5886點。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這個金叉有一個回踩的走勢，標普指數從5月19日的5963點回撤到了5月22日的5822點，之後才真正的迎來了右側創高的行情。好巧不巧，前後也用了2週的時間。他也認為，接下來的美伊談判肯定依然充滿了變數，而標普500指數大概率也會回踩125日均線幾個來回。只有等到美伊包括以色列真正達成停火，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開放之後，標普那才可能出現真正的持續向上走高。
但是查理目前的基本判斷是，標普指數整體上還是呈現震盪上行的格局。主要原因有這麼幾個：第一，美國的各大公司發布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正面指引創下歷史紀錄，是近5年來的最高比例。其次，AI 的大規模普及以及企業裁減員工開支，使得這些大公司的盈利能力相當高。當然，霍姆斯海峽被封鎖，造成油價的暴漲，這個供應鏈的傳遞風險還需要1到2個月的時間，才能顯示在 PPI 生產物價指數之上。此外，經過了半年的橫盤以及3月份的大幅回調，標普的前瞻 PE 已經穩定在19.5倍到19.8倍左右。雖然從歷史上看不那麼便宜，但是已經距離今年1月初的高點要打了一點折扣。那朋友們就要問了，是誰在買美股呢？最近幾周投資的買方力量發生了變化，不再是散戶投資者，而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包括養老基金、對沖基金是最近的主要買家。他們重新開始建倉科技巨頭，並且利用看漲期權為第二季度的復甦做準備。更重要的是，4月份各大公司的回購窗口再度打開，積極的股票回購計劃為標普納指的反彈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力。反過來，散戶投資者近期處於淨賣出的狀態。由於中東地緣政治穩定性的擔憂，散戶參與度下降了近30%。從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到，機構的持股比例已經從今年年初的91%大幅下降到了4月9日的45%，而散戶的持股比例依然維持在高位，只是從94%的頂部位置略微回調到了現在的84%。換句話說，機構又開始急着把之前賣出去的股票給買回來了，這也推動了標普納指的穩步復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就是在過去半年，炒個股的難度在加大，因為資金在不同的板塊之間瘋狂輪動，我們很難長期持有一只股票來賺錢，而是必須不停地做波段換股票，才能跟得上機構資金的步伐。像去年被炒得火熱的特斯拉、英偉達，現在反而不怎麼漲，甚至跌得厲害。而概念股的焦點也在不停的變換，從去年的稀土材料到存儲芯片，又到最近火到冒煙的光通信板塊，像 LITE、SNDK 等小盤股，股價翻個10倍、20倍都沒問題，被機構高度的控盤。而另一方面，從今年1月份開始，以 Anthropic 為代表的 AI 獨角獸企業發布的一系列智能化大模型產品，使得資金迅速的從傳統的 SaaS 軟件類股票中流出，包括微軟、Adobe、Salesforce 都損失慘重，跌幅超過30%。那麼，如果我們想再上車美股，究竟應該投哪些投資標的呢？查理認為，如果我們吃不準哪家科技公司的業務受到 AI 衝擊比較大，那最穩妥的方案還是買指數。這裡我給大家列出了3大主流的指數 ETF 供大家參考，都是能夠極大的避免 AI 鬼故事交易衝擊的指數。第一類是追蹤標普500和標普500動量因子的 SPYM 和 SPMO， 這個很好理解，我們投大盤，裡面有很多傳產業、金融類股票等等。AI 帶來的效率有助於刺激這些傳統企業的 EPS 大幅增長，而 SPYM、SPMO 可以完美的吃到這波 AI 福利。第二個是追蹤納指100指數的 QQQM， 因為納指的核心持倉只有少部分是純軟件類公司，其他絕大部分是 AI 基礎設施、半導體硬件、雲服務巨頭，甚至還包括了沃爾瑪、Costco 等零售業的龍頭。那即使傳統 SaaS 軟件公司倒下，運行 AI 算力的架構、造產值的巨頭依然是納指的主流，而 QQQM 能夠在 AI 時代更上一層樓。那如果你想更激進一些，可以考慮 FNGS 這支 ETN。FNGS 高度集中，只投10只全球頂級的科技公司，包括了英偉達、Meta、谷歌等。最近還加入了 AVGO 和 MU， 非常厲害。當然 ，FNGS 的爆發性雖然遠強於標普和納指，但是回調的幅度也更猛烈一些。朋友們，請根據自己的風險偏好來設置它的倉位比例。好，聊完了美股大盤，我們聚焦今天的主角 Meta。在3月份 ，Meta 公司由於用戶使用 APP 上癮官司，以及徹底退出元宇宙、計入高達800億美元的虧損等新聞，導致股價從667美元暴跌到了525美元。然而，在最近一周 ，Meta 居然實現了 V 型反彈，股價單日暴漲12%，重新站上了620美元。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啊，就在昨天，Meta 正式推出了全新的自研 AI 大模型，叫做 Muse Spark，中文含義是缪斯的靈感。它的底层算法就是我們之前一直有報道的 Avocado 牛油果大模型。查理原本認為 Meta 這個自研大模型要等到5月份才面世，但是扎克伯格可能覺得 Meta 股票再這樣跌下去不行，就提前搶先發布了。這個由 Alexandra Wang 主導的項目歷時9個月，是 Meta 高達1300億美元年度巨額資本支出的主要成果。和之前的 Llama 開源大模型不同， Muse Spark 是閉源的智能化模型。它不是先把圖像變成文字再翻譯，而是能夠直接理解像素。比如你帶着智能手機看到一段複雜的手寫英文，它能直接以你的口吻翻譯成中文，並且能夠理解筆記中的情感色彩。它是基於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海量社交數據進行訓練的，非常擅長翻譯短視頻裡的網絡熱梗、俚語和口語，這在目前的 AI 翻譯中獨具特色。目前 Muse Spark 已經在美國等首發地區上線，直接驅動了 Meta AI 的對話。它的面世標誌着 Meta 重新回到了與谷歌、OpenAI 直接競爭的第一梯隊，華爾街想不炒都不行啊！這是 Meta 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可以看到，隨着反彈的持續 ，Meta 股價已經突破了20日均線592美元的位置，現在來到了50日和100日兩條均線交匯的635美元附近。雖然離紅色的200日均線所在的683美元還有7.5%的距離，但是這是早期反轉的關鍵信號。而且正是這波反彈行情，讓 Meta 的20日均線，也就是淺黃色這條線，它的斜率由負值逐漸轉為平坦，是止跌形態的早期標誌。查理認為，接下來 Meta 股票很可能繼續往上走高，至少會和200日均線有一個交叉，上升的勢頭還很強。當然，和之前一樣，華爾街的賣方機構分析師對於 Meta 股票還是一如既往的看好。總共有74位分析師對 Meta 給出了評級，90%分析師給出強烈買入或者買入，而平均目標價機構給出的是852美元，比市場價還高出了34%。毫無疑問，賣方分析師的點位永遠的那麼樂觀，高高在上。那麼 Meta 第二季度的這波反彈，它的高點到底會出現在哪呢？CI 投資系統經過對 Meta 基本面的分析，認為今年 Q2 的反彈 ，Meta 股價大概率能夠回到720到735美元的區間，也就是1月底財報公布之後 ，Meta 短暫衝到過的位置。那至於接下來能不能繼續往上走，突破去年的高點796美元，就取決於接下來公司在4月底的 Q2 財報，扎克伯格能不能給出更具有吸引力的營收展望、EPS 利潤增速，以及中東戰爭是否常態化，能源電力消耗對於 Meta 運營成本的衝擊有多大。但是在市場價620到630美元右側買入 Meta 的股票，做長期持有的準備確實是不錯的選擇。畢竟現在公司既有自研 AI 大模型，又有和台積電直接合作的 Meteor 自研芯片，前2個月還和 AMD 簽了 GPU 巨額採購協議，未來還有望免費獲得10%的 AMD 的股票。查理認為 Meta 在2026年的走勢很可能效仿谷歌在2025年的長牛走勢，V 型反轉的概率很高。待會大家可以看到，查理和 CI 會員朋友們最近也買入了 Meta 的股票，非常有潛力。那和 Meta 的強勢表現完全相反，是去年炙手可熱的網紅股 Palantir。PLTR 今天又大跌了7%，股價再度跌破130美元的大關。朋友們可以看到 ，PLTR 股票已經從去年11月份的高點207美元暴跌了37%，而且整個下行的趨勢依然非常強。那麼，為何 Palantir 也成了過氣的網紅呢？它的 EPS 增速不是很快嗎？4月9日，著名的大空頭 Michael Burry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開表示，Palantir 的估值正處於泡沫當中，而且面臨非常嚴重的競爭威脅。AI 巨型獨角獸屠戮 SaaS 軟件板塊的元兇 Anthropic 公司正在搶奪 Palantir 的商業市場。Burry 的原話是 ：“Anthropic 正在吃原本屬於 Palantir 的午餐。”這是因為 Anthropic 通過 Cloud 大模型提供了比 Palantir 更加便宜、使用性能更好的解決方案，而且不同於 Palantir 需要專門的人工上門服務 ，Anthropic 業務就不需要這麼大量的人力支持，業務擴展性會好得多。這就讓 Anthropic 的年度經常性收入 ARR
在短短1年之內，從90億美元飆升至30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 Palantir 的增長速度。此外，由於 Palantir 過去2年翻倍式的暴漲，它的 PE 本益比也高達200倍，就比特斯拉高達300倍的 PE 低了那麼一丟丟，依然非常的昂貴。當然，炒多了美股的投資朋友們都知道，當機構資金在追漲一家公司的時候，你就算 PE 是500、1000倍，或者是負的 PE，淨虧損都沒問題。比如現在熱捧的 LITE 以及美積電、英特爾等等。但是，一旦機構開始跑路，需要砸盤的時候，你的 PE 跌到個位數都嫌貴，比如 Adobe。這背後的底層原因是，現在的美股市場已經被量化系統、自動交易機器人給控盤了。只要大資金追逐量化交易的機器人，會無限子彈的購買，不管 PE 是100倍還是1000倍。而如果發生趨勢性的反轉，機構又會反向大幅減倉賣出，和基本面沒有啥關係了。簡單講，就是追漲殺跌已經被算法演繹到了極致。這是 PLTR 的 K 線圖，可以看到它的股價在3月中旬曾經有過一波不錯的反彈，從130美元回升到了接近200日均線附近，大概在160美元左右，然後就又被賣回來了。過去2周 PLTR 股價又扭頭向下，現在跌到了130美元附近，它的20日、50日、100日和200日均線都是斜率為負，扭頭向下跌的狀態。考慮到 PLTR 的 PE 依然高達206倍，而且明顯處於左側的下跌通道， CI 投資系統認為，如果您想炒一個短線的反彈交易，那確實可以小倉位在129美元附近買入 PLTR 的股票。但是如果您想長期持有 Palantir， 又擔心被套牢的風險，那現在其實還可以再等等，不需要着急加倉買。這是因為 Anthropic 對於軟件股票的衝擊非常大，而且基本上 Claude 一有版本的更新，軟件股就可能被拋售一輪。而且 PLTR 本質上也還是軟件類公司，它不做底層的 AI 大模型，更依賴於和美國國防部的密切合作。長期來看 Palantir 的國防安全業務也有可能被 OpenAI、Anthropic 甚至是微軟給瓜分。總的來說，現在大倉位買入 PLTR 的風險還是要遠大於收益。朋友們請謹慎考慮，最好還是控制一下倉位的風險。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4月9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变。隨着美伊雙方開始和談， CI 系統認為霍爾木茲海峽被長期封鎖的可能性很小。雖然石油能源供給中斷了1個多月，確實會對美國的通脹數據造成一次性的衝擊，但是只要不是長期性的，市場很可能暫時忽略這個影響，而直接微型反彈。因此，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比重提升到 80%， 把超短債的比例降低到 10%， 剩下 10% 的倉位可以考慮平均分配給黃金和比特幣類 ETF 做通脹的對沖。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100和科技類指數都高於系統給出的買點，我們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科技股，分別是微軟、甲骨文和 IBM， 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最新持倉情況。過去2天，查理和我們的會員朋友大幅度賣掉了超短債 USFR， 把資金用來買入了 Meta 亞馬遜、科技指數 UPRO、TQQQ 以及黃金 ETF IEUM。這波操作的主要目的還是趁着4月份美股市場的微型反彈，我們的投資組合能夠有一個穩健的上漲波段。到了今天，漲幅最大的股票分別是亞馬遜、QQQM 和 UPRO， 都有超過 2% 的短期收益。交易結束之後 ，CI 投資組合的前5大持倉分別是 Meta 佔比 19.5%，UPRO 佔比 16.1%。科技指數 IYW 佔比 15%，TQQQ 佔比 14.7% 和微軟佔比 10.8%。和往上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訊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頻道或者 Patreon 會員，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目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 YouTube 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
你認為 Meta 的大模型能否趕得上谷歌 OpenAI？ 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大力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投資順利，心情愉快。我們下期節目再見。